百变小厨房，不负好时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每每看到街上面卖的开花馒头，蓬松渲染，既好看又好吃。那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来做开花馒头。其实方法特别简单，保准你做出来的馒头个个开花，吃起来柔软而不失筋道。首先咱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碗或一个杯子，往里面加入230毫升35度左右的温水，再加入4克白糖、4克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至酵母粉和白糖完全融化。搅拌的这一段，由于我的大意忘记了拍下来。搅拌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面盆里面加入400克的普通面粉，然后分次少量的将刚才搅拌好的酵母水倒进来，一边倒我们一边用筷子左右的搅拌，将面粉搅拌成当面絮状。搅拌好后，用手将它揉成一个面团。咱们做开花馒头呢，揉面很重要，一定要将面团反复的多揉几下。面团揉好后，现在呢，我们给它盖上一个保鲜膜，醒面3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揭开保鲜膜，现在的面团经过醒了几分钟之后呢，变得柔软了不少。现在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咱们在揉的这个过程中，要反复的多揉几次，这样做出来的馒头它才会柔软而不失劲道，吃起来有嚼劲儿。揉成这个样子，用手可以将面团整理一下，将面团整理得更圆润，然后盖上一个保鲜膜，把面团醒发至2到3倍大。要想做出来的开花馒头好看，个个都开花，那么醒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醒面的具体时间要根据自家的室内温度来定，我们家的室内温度呢是24度，所以我醒了50分钟就醒好了。可以看到这个醒好的面呢，它里面的丝瓜网组织非常的丰富，这个面团醒得非常的成功。现在咱们将这个面团移至面板上，面板上撒上适量的干面粉，防止粘贴，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。把刚才醒好的面团移至面板上，用手将中间掰开一个孔，像这个样子。在面团的中央处加入一点点的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，往里面淋入一点点的水，将小苏打稍微融化一下，然后再充分的将面团和均匀揉透，让小苏打充分的和这个面团融合在一起。面团里面加点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，可以让咱们的开花馒头它的口感吃起来更利落，馒头也更容易开花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咱们加了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，那么一定要把这个面团反反复复的揉均匀揉透，让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和面团充分的混合。然后小苏打的量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，太少了的话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太多了的话蒸出来的馒头颜色泛黄，如果没有揉透的情况下，那么蒸出来的馒头它就是有白有黄，非常的难看。面团充分的揉透后，现在我们把它揉搓成长条状。揉搓好后，现在用面刀将它分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，每一个小面剂子的重量大约在100克左右。随便取个面剂子，切口处向上，像这样以内收的形式往里面对折，一边往内对折，一边用手压，把它收成这个样子，再用手掌在中间轻轻的按压一下。然后用一个比较小一点、比较锋利的刀，在这个小面剂的中央处画上一个十字刀口。划刀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面剂划透了。然后将面剂的十字刀口向下反扣过来，这样将它以揉搓的方式整理成一个馒头的形状。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次，一个面剂子切口处向上往内收，往内折叠，然后用手在中间处按压一下，用刀划上十字口，这个刀口一定要划透。
刀口处反过来向下，将它收成馒头的样子。我们在收的时候呢，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开花的这么个形态。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开花馒头，它开出来的花呢非常自然，而且非常蓬松。所有的馒头生坯都做好后，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入蒸笼里面。摆放的时候，每一个馒头之间稍微留一点空隙。如果你想吃的馒头的口感稍微硬一点、劲道一点，那么咱们直接放入开水锅里面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20分钟。如果你想吃的柔软、更蓬松一点，那么可以先让馒头再2次醒发15分钟，再上锅蒸20分钟就可以。这个呢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蒸的方式。时间到，先不要揭开盖子，直接关火焖个3到5分钟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有效的防止馒头塌陷或者是回缩。焖了3分钟之后，现在我们来揭开锅盖看一下。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开花馒头呢，花开得非常的成功，每一个都开了大大的花，白白胖胖的，用手摸上去十分的有弹性。每一个馒头都没有回缩，没有塌陷。相信喜欢吃开花馒头的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开花馒头的具体做法了，方法十分简单，看一次人人都会做。像咱们这样做出来的开花馒头呢，每一个都蓬松暄软，非常的柔软劲道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，花也开得非常的好看。光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，现在我们来掰开看一下，里面的组织呢也是非常的细腻、蓬松、均匀，轻轻一掰就开了，一下子很轻松的分成了4瓣。馒头的层次感也非常的强，这样一撕，里面一层一层的。百变小厨房每天和你分享不同家常美食的做法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，也可以点击收藏起来，等有空的时候直接可以告一下。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